还能有这样的朋友们，真好啊。是啊。那是斯卡德和灯吗？他在做什么？反正不像要追杀我们。那就继续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，沙弗莱。灯，你这是在……纪念一下朋友罢了。你是在用糖果来纪念松雀吗？如你所见。那个蛋糕也是你做的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一直没找到价格公道的店铺制作，索性就地取材，自己动手了。没想到你还挺全能，欠债太多的人，总要凡事都会一些。可是，你摆了这么多糖，一定支付了不少代价吧？用配发的补给物可以换来一些，答应替人办事也能预支一些。不过，如今的廊丘物资有限，我只能找到这么多了。你的只能也太谦虚了。我想为他做些什么，如你所见，这并不足够。松雀，他很喜欢老铭记的油果子，对甜食大概是来者不拒。他过去也买不起精致的点心，老铭记的油果子又甜又顶饿，街头商贩卖的硬糖也一颗就能吃上半天。瑟利姆或许会觉得他们过于廉价吧，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，那的确是生活中最奢侈的甜。不过，幸好糖果并不是我们生活中仅有的甜味。灯姐，嘿嘿，瞧咱给你带什么来啦？嘿，师傅给了咱一点买药钱，特意嘱咐咱给你带些药。我没事，你去转告白起，和他们的战斗，我必须在场。灯姐，这……算了，我自己去跟他说。哎呀，灯姐，虽然论打架没人比得过你，但再怎么说，血肉之躯也不是没有知觉的工具。你就听咱师傅一句劝，好好休息，安心养伤。你让开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别，咱就是一个传话的。哎，你这伤口还冒血呢，到时候师傅又该念叨咱办事不力。灯姐，你就别为难咱啦。冒血不是伤口的正常反应吗？我已经没事了，不必阻拦我，我必须去做些什么。哎，不是，灯姐，你别急呀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哈哈哈，灯姐，这糖味道还可以吧？咱当初买，哥爱给你的就是这种糖果呀。这与我现在要去找白吉有什么关系？灯姐，你先听咱说完呀。师傅给的买药钱多出来的零头，咱就给你买了这支糖。你上次也认同咱说，糖有诸多功效，吃点糖养病，身体也能好得快些。不过，咱还有一点忘了说，这吃糖还能止疼呢。用糖止疼？松雀，我可不会上第二次当。这怎么是上当呢？咱以人格担保，从来没有骗过灯姐啊。你的人格也与我找白吉无关。那先让咱为灯姐答疑解惑也不迟嘛。咱小时候在孤儿院里挨了揍，要是能摸到个糖块吃，就算这身上再疼，脸上也立马不哭了。这可是咱的亲身经历，糖真能治疼呢。所以咱给你买了这支棒棒糖，这样灯姐也能好得快些，早日回到与离恶石像战斗的第一线。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嘿嘿，灯姐，就看在咱买药剩下的钱全给你买了糖的份上，别去找师傅了，成吗？
剩下的钱，白姬一共给了你多少钱？啊，这个数。这么少，怪不得你只买了1只。按你的性格，总要给自己留一点。是啊，只够1只。咱想着灯姐受了伤，比咱更需要。看来，白姬的家境已经因为影灾沦落至此，所以他才会如此着急的想要对抗离恶石像。啊？知道他也如此心急的想要付出行动，我倒是不必再担心他会阻止我做些什么。他此时囊中羞涩，加上今日替我付了药钱，如果真的见到我出现在他面前，白姬一定会更加焦躁。想想就麻烦。算了，我先不去见他了。宋雀，买药的钱我过几日日后会还给你师父。没事，灯姐，真不用还了。你借塔姨的钱，就算不加任何利息，也还不知道要还几辈子呢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无论欠下多少，我至少要尝试全数归还。灯姐总是认死理，又这样拼命，结果最后钱和身体都没捞到好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就是因为你必须做些什么？其实，咱们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做点什么呢？天底下再要紧的事情都没咱这条小命金贵。毕竟咱都这么努力的活在世上了，总得奖励自己活得久一些，不是？当然，如果有机会青史留名就更好了。我只是不想让周围继续变糟而已，至少趁现在我还有这个能力。宋雀，啊，你哪里疼吗，灯姐？在你看来，我应该很愚蠢吧？这怎么会呢？其实，咱刚出来闯荡的时候，也想做一番大事业，让整个世界都因为咱变得不一样。可到头来，咱处处碰壁，干啥都不行。幸好现在跟着师父勉强混了口饭吃，嘿嘿。能在这不太平的世道里当个还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咱现在也知足了。啊，不过塔姨说咱日后没准可堪大用，也未必算一无是处。要是能让咱一举成名就好了。嘿，不过嘛，灯姐，你跟咱这种没本事的人可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？对，譬如灯姐上次从影子中救出来的那个孩子，对他的家人来说，灯姐的举动就是改变了他们的世界。如果一直抱着想做些什么的信念并付诸行动，像你这么强的人，总会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不同，对吧？所以，灯姐，你的愿景，咱相信你能做到。那没什么事儿，咱就先走啦，不打扰灯姐养伤。哦，对了，买糖这事儿可别告诉师傅，怕他说咱又乱花钱了。这灯姐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些糖也是用剩下的零钱买的，咱特意临别前给你一个惊喜，要不咱俩对半分？偷偷留下买药剩余的钱去做这个，还真是松雀的做法。哼，
喜欢贪小便宜，习惯去说谎，却永远没有能力圆谎。但就是这样的松雀，让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昨日相比，稍稍有了一些不同。我想告诉松雀，谢谢他如当初一样，让我知道自己坚守的信条并没有错。那不是我的病症，而是我们在斩断世界的病症。松雀他一定会听见的。他会吗？死后的祭奠不过是做给活人看的身后哀荣，只是生者的一种自我满足罢了。我见过太多生命的枯萎陨落，人死如灯灭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可是，虽然他们只留下了记忆，或者说故事，但如果这些故事能够鲜活的存在，至少能让大家觉得世界还不是那么虚无，而且这样也算他们的魂灵还在这个世界里看着我们，对吧？或许吧。松雀他至少会喜欢这些糖果。这倒没错。之前的战斗里，松雀在最后时刻将我推了出去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他这家伙那么怕疼，也不知道这些糖够不够。待会我再去借一点好了，至少阿杰塔的债务还有偿还的时间。阿杰塔，债权人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自己还要惦记着。没关系，就算将来连本带息一起埋入他的坟茔，我也必须做到我该做的事。只是这下手中债务恐怕又要增加一大笔了。我觉得在廊丘愿意借钱给你的人，倒也没指望让你还回来。别这么说嘛，克拉丽，多伤人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松雀看到这么多自己喜欢的糖果，一定会很高兴。说不定松雀现在正跟在我们后面，吃糖吃得正香呢。怪了，我怎么真的听到有吃糖的声音？好像的确如此。果然松雀也想看看我们吧。这种事情，多尼戈尔，你，多尼戈尔，我数10个数，你把它还给我。6，接下来就是2了。多尼戈尔现在只是一条普通的狗，他听不懂人话，更弄不懂数学。否则按他一贯的性格，早就摇尾求饶了。1，别跑！灯追出去了呢。现在的多尼戈尔真的还能应付他吗？就算是从前的多尼戈尔，也不是灯的对手吧？也是。我们也走吧，去见一见白吉。